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钳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另外是我们的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关心越南有新的领导人这个是叫做这个我们可以看到，包括这个苏林他是越共的总书记我们讲了，越南是共产党，他是以党领政的嘛他去访问中国，到北京去跟习近平见面。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习近平出来了外界或者是西方媒体过去半个多月不断的说习近平神隐包括说政权不稳说他健康出现问题像这样的传言过去2个礼拜我们在很多媒体上看到。那习近平今天出来了，看起来神情包括他的健康状况都 OK 所以谣言就被给这个攻破了我们看到习近平为苏林举行欢迎仪式。2个人19号在这个北京的人民大会堂有一个这样子的仪式观众朋友，我们看到包括习近平他说未来跟越南会更加深化双边的关系，中越命运共同体会做相关的建设习近平有讲说，希望共同引导中越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并且越走越深，越走越实相信我们的道路会越走越广。而苏林他就讲说，对，没有错，中国大陆是越南对外政策的头等优先2个人在外交辞令上面都讲得非常漂亮的话。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的对外的关系，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越南之外，这个国家菲律宾近期以来跟中国大陆在南海的争端，好像不断有点跟面上面的扩大，像是这个中国海警跟菲律宾的海警船，它的海岸巡防队的船互撞结果我们看到了，包括菲律宾就指控说，你看我们的船被撞出了大窟窿你看到这菲律宾的媒体就讲说，19号的凌晨菲律宾的海岸防卫队的这个英甘右角号先是遭到了中国大陆海警船的撞击，结果甲板上您看到出现13公分的小洞，接下来几分钟之后，巴格凯号也一样遭到2次碰撞，然后出现了结构性的损坏所以你看到这2个国家在南海不断的有这样子的角力，有这样子的碰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海警船有发声他说这是菲律宾严重的侵犯中国的主权所以他们也公布相关的影像嘛那海上有这么多的争端，我们知道美国跟菲律宾其实在军事上的合作非常密切，所以中国大陆的外交的发言人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就讲说责任在你菲律宾，我们中国大陆的这个做法非常的专业所以呢我们现场有克制有专业有规范才没有酿成更大的后果，不然可能不是只有这个小洞而已那2边当然互相指责对方的鼻子，说是你的错。那专家就讲了，这个战线已经向菲律宾靠近了这是来自于史丹佛大学的学者叫鲍尔的，他说这一次的冲突发生的地点在做仙宾礁岛这个地点距离菲律宾的巴拉望岛只有86英里所以根本就是在菲律宾的专属经济海域之内所以他认为中国大陆的战线已经向菲律宾来靠近了这个是菲律宾的部分。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在亚洲有一个国家也换了新的总理，这是泰国。泰国的新任的总理叫做贝东丹，她是一名年轻的女性那中国大陆的总理李强也向她发出了贺电，并且讲说明年是中泰建交的50周年，所以会跟这位女性的总理贝东丹一起继续推广中泰一家亲的这样子的情谊。我们看到呢，这2国也是好来好去，在我们的这个区域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首先我们来问赖老师，赖老师你怎么看包括习近平神隐这是外媒的说法，神隐3周露面了。每当大陆的领导人没有在镜头露脸的时候那谣言就会起来。那谣言不外2种，一个就是说他身体状况出了问题，一个就是说他被政变了一般来讲都只有这2种。
在身体状况这个部分呢、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谣言都忘了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导人的医疗小组哈，事实上是很神奇的。大陆的几届的领导人，最高领导人都是长寿的啊。你看毛泽东活了多久？然后邓小平啊，然后江泽民，现在的胡锦涛，还有就是习近平。我们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个总统或是总书记啦，或是国家主席的这个领导医疗小组，其实是还蛮神奇的。所以我觉得每一次讲身体的问题，到最后大陆的官方媒体啊，其实都懒得回应啊，也都不会去应他们的要求要去做什么事。另外讲到政变，那简直是外行人讲的话。为什么？因为习近平目前在中国大陆的领导地位啊，还有他的民调支持度之高啊，其实无人可动摇。在全世界可能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他的支持度这么的高。所以我觉得讲政变那简直更是可笑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现在的对于外媒的这种制造谣言，或者是去制造这种假消息，其实都真的是懒得去跟他理会，也去破解啊，也都不想去管了，随便他爱怎么讲，反正到时候可笑的又是他们自己。菲律宾的问题倒是比较有趣了。半夜3更，菲律宾的海警船不睡觉，跑到仙宾礁来干什么？那仙宾礁有一艘还可以动的，而且是大的海警船，就坐在里面，坐滩在里面。它跟这个仁爱礁的不一样，仁爱礁那是一艘烂船，已经坏了，开不走了。但是仙宾礁的那艘船是好的，可以开走的，已经4个月了不走。那菲律宾的这2艘船半夜不睡觉，突然间要去闯这个仙宾礁，它的目的在哪里？相当有可能要去换防，我们不能排除。例如说，可能就是把那艘已经做4个月，做4个月水上的这些官兵也在这个小船，在这个船里面待了4个月，身心状况也不是很理想的。那目前补给补不进去，它是需要换，所以是自己去，你开走就可以了嘛。因为大陆目前的政策是可以出不能进，那你不开走，那你就自己坐在那个地方，那你来的2艘船，大陆怎么可能让你进去？那不能进去，当然就赶走往仁爱礁走的时候，那就发生了碰撞，发生了这个碰撞就要去这个求爷爷告奶奶，然后带了一堆记者，带了一堆外媒的记者，很明显的就是故意炒作。有意而为，而这些外媒记者半夜不睡觉，就坐你的船，然后就这样跑了一趟，然后就大肆报道，想把它炒成为国际舆论。其实我觉得意义不大了，因为中国大陆的块头已经够大了，其实也不会在乎那些仇中反中的媒体，因为去的那些媒体其实要不绝大部分就是仇中反中的那些媒体，像法广啦等等。当然我不知道法广这次有没有去啦，不过像《纽约时报》啦，或是美联社啦这种。或者是美国之音啦，这种仇中反中的媒体，其实他们的影响力也都没有了。那我倒认为，目前来讲，中国大陆的海警的政策应该要调整了。调整什么呢？就让菲律宾的船来一艘少一艘，也就是来的话，就让它之后就动弹不得，那就必须要拖回去，只能够一直减少你到最后无船可用为止。不然的话，菲律宾像这种苍蝇赶都赶不走，你就干脆拿苍蝇拍把它拍一拍就好了。我觉得这是未来要走的一个政策啊，这个是要走的一条路。这个当然都是菲律宾自己找的。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说，泰国的问题是很有趣啊。泰国的问题，他的总理就是前总理由于任命一位重要的他的办公室的一个主任，然后这位主任后来被宪法法庭认为你是违宪，所以他就下台了。下台以后，那当然这位塔信的女儿就是塔信家族，对，他是华人他的爸爸是华人，姑姑也是华人姑姑银拉也客家做过，人哦，对，也做过泰国，也都泰国总理，所以他们家是一家2代3位总理然后除了2位女性杰出的总理，而且都很年轻哦。是，他的姑姑也是很年轻的就当总理，而他更破纪录，他更年轻就当总理了那这个不得了，因为泰国的总理其实是有实权的。当然，泰国的皇帝的影响力也很大，泰国的政变也很多，所以他已经有说，他说他也很担心，他也不愿意他再被政变推翻。为什么？他的爸爸、他的姑姑都是被政变推翻。对。但是我倒觉得，
他上来了，你看他第一天的记者会，第一场的记者会被问到中国的时候，他的态度就很明确，延续过去的道路。所以我觉得泰国往中国这边继续发展下去，这条路没有改变，是这叫做躺的都赢了。是，而美国拼了命还是没有赢啊。我们先请教这个将军哦，怎么看哦？包括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海的争端，其实我们讲了很久，可是好像它是多点齐发的。对，那个南海的问题啊，这个菲律宾它要是你看利用晚上渗透运补，那晚上的话，菲律宾也是有备而去。你看它这个破损的这个是红外线照相，因为晚上嘛，你这个电子光学相机照的不会那么清楚，因为能见度非常的差，它的这种红外线 IR 系统在那边摄影，也在那边把这个证据找出来。它一定要去对在仙滨礁的那一艘船那实施。它总是要一些粮食、淡水都要送过去啊。那这样中国大陆这方面一定会给它很严加的取缔嘛。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造成海上的这碰撞？那菲律宾它有做搜证，你看菲律宾它是有备而去。那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它也会慢慢知道菲律宾这个态度的话是越来可能会有强硬，因为毕竟有美国在后面力挺它。那这样的中国大陆不仅到海警船，中国大陆的这个解放军的这个海上的海军的军舰也会出来啊。那这样的话，这个整个南海情势包含这个仁爱礁、包含仙滨礁、包含黄岩岛这个状况，中国大陆的警觉性会提高。那将来这个菲律宾想要对这个不管是马德雷3号也好，还有仙滨礁的运补，将来会越来越困难。因为在这方面的话，菲律宾的态度如果走硬，运补会困难；如果是走软，那这样的话有协调的空间就稍微宽一些。那菲律宾把这个空间压缩了，中国大陆也有所警觉了，将来运补这一方面，那势必会四处碰壁，会寸步难行。那我们现在另外看到的就是这个越南，越南一向走的是阻止外交，但他现在这个越共的总书记啊，苏林到中国大陆一上任之后，第一个出访的国家是中国大陆。那显然的，越南的阻止外交，我认为他修正了，他可能走上向日葵外交，可能慢慢往中国大陆那边靠拢去了，因为越南有3个要求之于中国大陆。第一个，越南现在缺的是资金。越南是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之一，总共21个国家，越南是创始会员国之一，它需要的是资金。那亚投行就是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它有资金。那资金的话，刚好那中国大陆是亚投行的创始会员国，而且它的捐资是最多。那这样的话，苏林到那边去访问也是需要的是资金。那越南的现在的国民所得，GDP 每一个人年均量是4200块美元，是少了。那现在他要的是资金来从事建设。第二个就是铁道工程，铁道工程在中国大陆是相当成熟的了，因为中国大陆盖铁路或者是盖这个高速铁路都已经技术上是轨道建设相当成熟。那越南呢？越南它的轨道比较复杂，有米轨，有标准轨，也有混合轨。那现在要走标准轨，就是1.435米的这个轨道。那像中国大陆的轨道工程竟然成熟，因为越南它是南北狭长，北边的粗，这个地域大，南边的粗，中间非常狭窄啊。这个安南山脉非常狭窄，适合做铁路运输。公路运输因为山脉不太好用，那这样铁路运输要靠借助于中国大陆的技术、中国大陆的资金，那是这个样子。那现在我想这轨道的工程有第3个，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越南需要中国大陆市场，因为越南是生产是低端的产品，低端产品市场在哪里？中国大陆人多，而且又是这个边界相邻，直接运送过去就可以了。所以这个中国大陆市场也是越南所需要的。越南有所求是这3项，所以苏林第一个就往中国大陆去访问。我想由阻止外交要修正为向日葵外交了。哦，向日葵外交吗？玉芳委员怎么看？越南是中国大陆一直都是越南的最大的贸易伙伴了哦。像去年双方还有到达1712亿美元，啊，去年疫情这么严重，他们的贸易量还是这么大哦。所以这越南是这样的，其实东南亚很多国家都一样，他们有跟西方帝国主义打交道经验，在战场上或在外交上都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他知道怎么在列强之间周旋啦。你看越南，它的武器，俄国提供的最多，可是他现在跟美国也在开始来买武器啊，虽然这个量我看一个量大概是不算是很大了哦，可是是跟他买的，譬如说
大概2016到2021年，他跟美国买的军品，美国答应出售给他就2980万，大概就3000万美金啦，不能算大。可他现在想买 F-16，好，所以被这个拜登政府正在跟他谈这个事情。然后你看这个美国航空母舰早就已经到越南去访问了，而且去了好几条不一样航空母舰啊，所以越南有它的灵活度了，他知道他不能跟中国大陆交恶。他这个战争1979年的中越之战，他知道而且这个越南跟中国大陆打交道经验是1000多年、1-2000年的这个经验，历史悠久了。对，所以他知道这个你如果搞不好的话，这个战争就不会结束。何况呢，北京又下了一个棋就是柬埔寨他们现在不是要造个叫得宠福难这个运河吗？从那个湄公河那个地方接下来，对这个。未来有它的军事的意义，因为中共的军舰很可能就会在那边出现。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对越南的压迫就变得更大嘛。所以越南有它的灵活度，我认为它对中国大陆非常要好，可是呢，它也会逐渐去改善跟美国的关系，然后跟俄国老关系它也不会中断。至于这个菲律宾呢，我认为南海的问题也会层出不穷啦，主要是菲律宾跟这个美国。但是你说会不会爆发成大规模冲突？我认为不会。第一个，菲律宾知道他打不赢，好。第二个，美国也不允许菲律宾跟中国大陆硬着干。为什么？你菲律宾已经打输吗？那你美国打输了，你美国没有来救，那美国就丢脸了。对。那东南亚国家就立下一个榜样，你们看大家都在看，你们被我揍了美国也救不了你。是。第二个就是说，最重要一件事，那我如果去救，我派兵去，你真的会愿意为了菲律宾，然后跟中国大陆在南海打一场战争吗？这个仗打下来也不会是好玩的。这个战争不管谁赢谁输，这个战争都必定是伤亡非常惨重。美国会选择为了菲律宾在那个地方跟中国大陆打这个仗，尤其是你现在要大选了，你现在有战争的这种爆发，对现任的总统，对现在的政府，对这个 Harris 要选总统的都不是一件好事，是不值得，也不划算。所以我认为那个是一个在可以管控的范围之内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对菲律宾来讲，偶尔有冲突的消息出来，对菲律宾来讲是一件好事。好事啊，他可以跟美国要更多，也会跟日本要。但是呢，如果大到说跟中国大陆真的爆发了大规模武装冲突，变成一场战争。那菲律宾绝对会很惨的嘛。菲律宾人也很聪明，好不好？所以他做好风险控管。他们跟西班牙帝国主义打过交道，也跟美国帝国主义打过交道。请问你，他不晓得怎么去应付他们目前的局面吗？所以要刚刚好，有碰撞，那碰撞也不是太严重，有冲突就是一个小拇指，这样就可以了。大概这是这个大国之间的一个看起来有点很幼稚的一个这个往来。不过我们再来看看，现在北约真的要扩张到亚洲来了吗？我们看看有几个重点包括现在意大利、法国、英国的航舰据说都要派遣来到太平洋地区要来做自由航行所以这样的动作其实蛮大的意大利的国防部部长克罗塞托他就讲说，我们即将在8月下旬派遣航舰卡夫尔号来靠泊在日本，跟日本的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那这也是一个大家看到这是一个 sign。另外呢，德国有动作，他说会跟日本跟美国在日本近海进行联合演习，所以这几个北约的国家都在做一些所谓的防堵吗？防堵的对象很明显。中国大陆说这是中国大陆崛起的一个警戒感在蔓延，感觉这些北约的国家非常的这个谨慎，也非常的紧张。而另外跟我们台湾有关的是这一个就睽违22年，德国的军舰据说下个月要穿越台海，这个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说德国海军少将舒兹接受访问的时候讲说，我们现在就等待柏林的命令就等待政府的命令来决定是不是9月要穿越台海，这也是22年来第一次。他们说所谓台湾海峡是自由航行啊，就是正常的航道啊，就像是穿越英吉利海峡或者是北海。大家不要忘了前一阵子中国大陆也穿越过英吉利海峡它的军舰。所以我们再来看看包括哪2条呢？
德国哪2艘呢？德国的巴登福腾堡号护卫舰以及法兰克福号补给舰就说如果要来航行到我们台湾海峡要穿越的话，是这2艘军舰那另外呢，还会跟法国、印尼、意大利、日本、马来西亚、新加坡、菲律宾跟美国在这个区域进行一个演习。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当然立刻有反应毛宁就说你不要打着自由航行的幌子来损害中国领土主权和安全这是毛宁的说法。可是我们再来看看我刚刚说了中国军舰最近呢往返俄罗斯途经英国水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英吉利海峡，在3个礼拜之内2次通过英吉利海峡。其实我们看到这个周围的国家也都在紧盯这个你到我家去我到你家来我到你家去，你到我家来，大家来来往往那感觉也都是在做一个武力的一个示范或者是示威。那中国大陆必须讲现在这个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陆在经济上面以美国为首的一些限制、限缩或者是甚至就是包围其实是很明显的。包括我们看到这几条新闻这个西方的航空巨头英国航空这是来自于自由时报的报道，说是英国航空宣布从10月开始就要暂停伦敦到北京的航线。那维珍航空也是英国的航空，也取消唯一一条通往上海的航线。至于澳洲航空，上个月也缩减了雪梨到上海的航线那另外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大陆，因为它有丰富的一些物产的输出，所以呢，德国之音他就讲说要小心中国对北约还有另外一种威胁。什么威胁呢？它可能会对一些物资来做管制，像是中国的 T 可能9月开始就要做一些出口的管制，这个是德国军工业需要高度依赖的一个原物料。而另外呢，我们看到意大利政府因为它的经济很差嘛过去欧洲4国这些都有它的这个身影这个有一家这个大型的汽车制造厂叫 Stellantis他据说跟意大利的政府的关系越来越紧张，因为意大利人工贵嘛他就想说我投资到其他低成本的国家设厂好了。可是你这么一来，我们当地工人的就业几率就低了当地的工人就要抗议了。所以意大利政府现在呢说，希望你中国企业就到我意大利来设厂投资吧带动我们一些就业吧所以包括您看到比亚迪这个是全世界的这个制造电动汽车的一个非常前面跑得很前面的一个这个企业它现在插旗在巴基斯坦新建电动车的组装厂，预计在2026年后年要开始营运了那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比亚迪中国大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制造量不止比亚迪，还有很多方方面面很多牌子，他们所有的这个电动汽车加起来大增到去年年底大增了50%那比亚迪当然是中间的 No.1那另外呢，他把很多的员工赶快召回来因为新能源的汽车的人才缺口到达了100万现在大家就在投产。来请教这个张延廷将军怎么看这个包括英国皇家海军的事情包括你到我家去我到你家来这样子互相航行的事情。从英国的这个皇家海军的到亚洲来这边活动，我会看出来整个世界已经走向2极对抗模式了。那将来的俄乌战争呢会告一段落，这是时间的问题。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了，那他们整个的这个军事跟区域安全的焦点呢，整个移向中国大陆。那美国是有3步走，美国从奥巴马当总统的时候就已经有重返亚太，重返亚太完毕之后，我们又知道又变成亚太再平衡，亚太平衡完毕之后到了川普当总统的时候变成印太战略出来了，一直到拜登都是印太战略。我们知道原来是这个样子因为中国大陆起来了，那美国要单独去面对中国大陆，可能有点吃不消。那吃不消的话，我们知道4强安全对话，把日本拉进来，把澳大利亚拉进来，把印度拉进来，变成4方安全对话，这是第2步走。4方安全对话就是有点类似小北约，在印太地区小北约，也是剑指的中国大陆，这是第2步走。但这力道还是不够那第2道不够，那这第3步的话，就是把这个北大西洋公约在欧洲的也拉进来，你包含英国也好，包含意大利也好，包含法国也好，包含德国也拉进来。都这样子，那这就变成力量就稍微大一些了。欧洲的也拉进来了，这就变成他们拉进来的时候，北边这个过来的
这个远方而来的，那就是军舰过来，军舰也有轻型的航空母舰，也有这个飞弹巡防舰跟飞弹的护卫舰也过来。你过来都要穿越南海，也不要忘了穿越到台湾海峡到日本去访问，刚好这个走一圈，离开的时候再走一圈，类似这个样。那这第3步走不要忘了，还包括了一个每2年一次的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今年是6月26号到8月1号结束，29个国家哦，那欧洲都过来了，你包含法国、德国、意大利都过来，荷兰也过来，你包含在中东的以色列也过来啊。这个就变成环太平洋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它的里面的课题当然没有指明中国大陆，但是很清楚也是针对的第3方。那这第3方大家这个不说自明，就是非常的清楚。那这个都是美国在印太地区要对中国大陆在军事在区域安全上的一个围堵策略。而且美国的单独的力量因为单薄了，那现在要拉更多的力量进来，这个就是一个这些相关的步骤。就是面对的，就是对的中国大陆。那现在另外一个就是也把菲律宾也拉进来，他想把菲律宾跟越南拉进来。但是菲律宾因为是曾经是经过美国跟西班牙在1899年的美西战争之后，因为美国战胜了西班牙，把这个菲律宾的这个殖民的权利就交给美国去了。那现在美国因为有美菲共同协防条约，所以对南海问题，菲律宾是走硬的路线，但是越南不一样。越南的话，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的，因为阻止外交改为向日葵外交之后啊，它对中国大陆也有经济上的往来、跟贸易上的往来，还有这轨道建设的往来，所以中国大陆有所依赖，所以它原则上不跟美国这个走的这一方那么近，所以菲律宾在南海走硬，那南海跟中国大陆也有主权纠纷，但是主权各自共同开发，所以在这一方面，这个越南走的方面是走软路线。因为当然了，越南跟美国也曾经有过将近20年的越战，从1955年越战从1955年到1975年就开始了。那这方面的历史的包袱跟历史的矛盾没有办法化解，所以越南这一方面跟中国大陆会走得近，这是想当然很自然的现象。那所以来看整个这个过程来看，整个流程来看的话，那世界上走上2极对立的这种模式，大家开始拉边押宝都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只是雏形，要等到俄乌战争告一段落，这个雏形就会非常的明朗。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北约从过去在欧洲啊，它在北大西洋是属于集体防卫性的，所以它是防卫的。那防卫很明显的就是主张和平嘛，反对战争的。那这样的一个军事同盟组织，现在发展成为对外扩张侵略型的这样的一个组织，它已经本质改变了。本质一旦改变，其实大家会越来越看出来，就是未来整个世界的格局，严廷是认为是冷战格局，我倒不认为是冷战格局，我倒认为会越来越像这个合纵联合时代，也就是在中国大陆的过去啊，我们中国的历史中的战国时代，会越来越像战国时代的这种合纵连横的这样的一个发展。那当然，美国带的这些北约的国家，而且要求这些北约的国家要履行他的义务，也就派他的军舰到亚洲来，主要是针对中国。可是我们也看到了，大陆开始有实力去反制了，所以大陆的海军跟空军也到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是美国的领土，而且是中间隔了一个加拿大，所以它是具有牵制美国在整个北美国家防卫军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带。中国大陆的海军、空军都已经到了阿拉斯加了。那如果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交战的话，美国就必须要考虑中国大陆如果去攻击阿拉斯加，美国要怎么调遣兵力？它的总兵力很明显的是不足于中国大陆，因为大陆有14亿人口，美国就有3亿多人口，所以在未来两国之间如果要交战，在兵力、兵源这个部分，大陆是不予缺乏，而美国会缺的。另外一个部分是中国大陆的整个工业生产制造力是完整的，而美国却是破碎的。所以如果以两国之间未来要交战来讲，美国基本上不耐长打，而中国可以耐长打。这个最主要是因为大陆的工业体系是完整，在2战的时候，美国的工业体系是完整的，所以美国可以耐得这样一场战争。可是现在美国的工业体系已经破碎不堪了。坦白说，大陆现在只要停止供应美国的医疗器材，美国就瓦解了。因为美国的药品的原料，包括我们讲的抗生素，或是包括止痛剂，它很大部分都要来自于印度，印度要来自于中国大陆。
那你想想看，那医疗器材、针筒啦，或者那更不用在话下啊。所以我觉得美国目前他自己也知道他的困境，那他也希望制造业都回笼，可是他做不到，目前做不到。大陆目前采用的战略的做法就是你到我家来，我到你家去。是，所以你会看到大陆的船舰也开始进入了北大西洋了。那未来很有可能会跟俄罗斯、跟相关的国家，包括白俄罗斯，他们签订更多的军事相互准入的一个条约。未来的大陆的军舰、舰队、空军，那么驻扎在那个地方，以及驻扎在海参崴，这个都有可能，不能排除。那更不用讲其他的地区了啊。那另外，所以我个人觉得，北约被美国这样要求来到亚洲，对他们本身的安全反而带来不安定感。本来中国大陆跟欧洲本身没有地缘政治的矛盾，但是当欧洲的军力要进入亚洲的时候，你等于是自己挑出地缘政治的矛盾，这是你自己挑起来的。有关于您提到的英国的航空公司为什么会不飞了？对，其实最主要是因为亏损了，没有人搭。那道理很简单，为什么？因为他要到中国来的时候，不能够经过俄罗斯的领空，他要绕一大圈。而中国大陆的飞机可以经过俄罗斯的领空，那票价不一样。那请问一下，如果您是英国或是的乘客的话，你要搭中国的航空公司，还是要搭英国的航空公司？所以中国的航空公司还是有飞，可是英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可能就把这个班次给减少，根本没有人搭了，它位置常常空在那地方，因为票价很贵，票价太贵，它不能够飞俄罗斯的领空。是，这个一切都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制裁的关系。来请教玉芳委员，美国拉拢这个北约的这些国家，然后到这个亚太地区、印太了哈，对，又在台湾海峡甚至到南海这样航行啊。这美国他就是认为说，他做这种事情对他是有利的，不是要分散他的、减轻他的负担啊。最重要是说，他就做出那个姿态，我就世界的盟主嘛，好。你们都听我的嘛，所以他要引导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些国家到这个亚太地区来，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按你说真的打仗的时候，这些国家真的会派兵来打仗吗？这个就要看到时候的情况怎么样。那现在要讲的就北约这些国家为什么愿意配合他？我们不要忘了，其实欧洲现在经济并不好，对，尤其乌克兰战争爆发以后，对他们来讲非常不好，因为石油、天然气，像德国就非常惨啊，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增加了这么多，本来便宜的你没有办法用，你现在跟美国买、跟其他国家买，这变得贵得多了。所以这些国家，德国也好、意大利也好、法国也好，他们把眼睛其实好早以前，不是只有现在，就看向了所谓的亚太地区，东南亚，好，这个台湾，好这一带。为什么？因为你们这里欣欣向荣啊，那我要跟你们做生意，我要赚你们的钱啊。因为这里不要忘记了，所有的做生意里面，不要一直想到是普通的商品，其实是军事装备。我们就拿印尼来讲，印尼大概在2022年2月跟法国订购了42架的疾风战机，8亿美金啊，这很大一笔生意啊！你要去卖那些什么，化妆品，你要卖多少才能够抵得上这8亿美金啊？而且呢，这个像这个印尼来讲呢，它还有德国的豹2的这个坦克战车，它这个还有这个想要买那个跟法国买 Scorpion 那个潜舰，就是蝎子天蝎座的这个潜舰这样子。所以一方面是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想把武器的来源多元化，不想依赖一个国家，因为我刚才讲过，东南亚这些国家他们很灵活，在外交上他们很懂得怎么跟这些西方的这些强国打交道，包括跟中国大陆打交道，所以他武器的采购他就想分散，要多元，跟你美国买也可以，跟你这个俄国也要继续跟你买一些，像印尼跟俄国买很多这个装备嘛，不能马上就断掉，然后他也要跟法国买，跟英国买，跟德国买。所以这些国家为什么要到东南亚这一带出现，在台海、南海出现？最重要，它就要加强跟这一个地区的国家进行联系，让他们可以做更多的生意，卖更多的军火到这个地方来。是欣欣向荣的地方，谁都要去那边做生意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美国的这个战略，
刚好符合了北约的欧洲这些国家他们的要求，他们的算盘，所以当然就一拍即合。但是你说台湾海峡的确是国际水道啦，他们来来去去，你也很难阻止他。你说中国大陆你怎么抗议？这的确是国际的水道嘛，所以中国大陆会照样抗议，他们会继续走。但你说这个走的意思要配合美国在军事上要来对付中国大陆吗？我认为是想太多了。所以抗议归抗议，走也归走。欧洲国家尤其是灵活，尤其是务实，他们才不会让你美国牵着鼻子走。是没有错，大家都要顾自己的利益。不过我们来看看美国总统大选，大家都知道，对这个整个世界的局势啊至关重要。而今天民主党的全代会登场了，我们来看看拜登，他一上台没有多久就哭了。请导播让我们看看现场的画面。好，这是拜登呢，在这个小女儿的温情介绍之下，泪眼登台。拜登说，他已经把最好的自己献给了美国，并且说，选择贺锦丽是最棒的决定哦。说贺锦丽未来会成为美国最骄傲的总统，并且我们看到拜登他这个2度这个泪崩就是很感性的这个流下了眼泪。拜登说：“我这一生为美国贡献了我自己。”我们看到现场。全场大家高呼 "We love Joe" 这个喊了4分钟啊整整4分钟，说我们爱乔拜登的这个名字叫乔嘛Joe Biden 我们爱你，我们爱你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感动的时刻那也有现场的媒体记者告诉我，这就像是一场 party 一样。因为各种这个民主党的明星接力上台来演说，还有一些艺人也到了现场。我们先看看希拉蕊。希拉蕊本来是有这个实力变成美国第1任的女性的总统，可是那一次在2016年她败给了川普。那这一次希拉蕊说拜登是民主的捍卫者，贺锦丽将永远为美国人着想因为川普只在乎他自己，并且他呼吁现场的人，他呼吁美国民众把票投给贺锦丽，让贺锦丽打破美国的天花板女性让女性推上这个总统的宝座。而另外我们看到，除了希拉蕊，还有包括这个拜登的夫人，以及克林顿啦，还有包括奥巴马，还有包括 Michelle 都来了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包括这个民主党风光的这个一个大 party 来这么多的政治明星。那川普当然不甘寂寞，他一天跑了4场跑去摇摆州去拉票并且他说他考虑取消电动车抵税的优惠，而且要邀请马斯克因为马斯克支持他嘛，他说马斯克可以入阁或者是当顾问那他的场子也炒得很热这个据说这个支持者也是非常的兴奋。而另外我们看到场内很热，可是场外呢包括在这个民主党的全代会，场外有很多示威者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上万名的示威者。他们举了这个挺巴勒斯坦的旗帜，说我不想要我交的税金去资助这些种族灭绝的行动，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在巴勒斯坦在加萨走廊的确是空前的人道危机，妇女小孩不断的在被屠杀他说我有权利把我的心声表达出来，所以呢他们是向政府示威向贺锦丽喊话，说一定要让这场战争赶快的落幕，赶快的停止。而布林肯不断的跑去以色列来回的传说想要调停，那他劝告以色列说你要完成谈判，因为这是最后的机会可以让人质回家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有115名人质还在这个哈马斯的手上所以看到布林肯今天这个礼拜1早上抵达耶路撒冷，他就劝告以色列说你赶快完成跟哈马斯的协议吧。可是外界怎么看呢？外界认为可能这2造不会这么顺利的就同意停战或者是这个写下这个所谓签下这个所谓的协议。而另外我们看到呢，有一些战端又出来了，包括以色列跟黎巴嫩互相这个情势紧张，
真主党说有2名他们的战士被杀害所以呢，他就用无人机去对以色列的北部发动攻击又有一个跨境的一个报复行为。而另外我们看到伊朗过去一段时间大家在看伊朗会不会进行一个报复的行为针对以色列，可是这个又有媒体说只要以哈停火这个协议签下去之后呢，伊朗就不会报复了。那伊朗又站出来说，不要小看我一定会报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所以你可以看到大家在互相撂狠话那另外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台拉维夫也发生了爆炸，这是以色列的第2大城。那哈马斯说对，这个就是我干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呢，现在是一团乱，大规模的战争没有爆发，可是小规模的各种的冲突不断那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争又是另外一个战场。我们知道前一阵子这个乌克兰已经跨境入侵了俄罗斯那现在呢，俄罗斯说我要这个反将你一军，所以他占领了乌东的大型聚落我把你乌东牢牢的控制住，并且占领更多的土地。而泽伦斯基他也不甘示弱，他说我炸毁你这个库斯克州的第3座主要的大桥我赢了你俄军的红线已经崩溃了也是一样，两边都在互相抢虾，互相喊话。可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是李强，中国的总理说即将出发到莫斯科跟普京握手要见面，谈的是什么呢？我想俄乌战争应该也是在他们谈这个会谈的范围之内。而另外还有一个人莫迪他会跑去乌克兰访问也会跟泽伦斯基来见面，这是俄乌战争之后莫迪第一次到乌克兰。那俄罗斯也向德国提出一个调查，还记得吗？北溪油管的爆炸案这个天然气油管的爆炸案，现在俄罗斯说我有证据你要把一名乌克兰的公民来这个列入这个通缉名单，因为我们有证据显示他可能做了一些破坏跟恐怖主义这样子的一个行动。来，请教老师，您觉得拜登不委屈吗？拜登委屈到不行哭了，他哭了，他太委屈了。为什么？因为他是经过整个民主程序的，也就是说，他是经过整个民主党的这个党代表，他们提名、他们支持、他们联署，然后他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他成为民主党的候选人。这样的一个候选人，他也提名他的这个副手，这个贺锦丽继续担任他的副手，是他完全是符合美国的民主程序。结果他是被逼宫的。他是被裴洛西逼宫的，他是被奥巴马背叛的，然后呢，他活生生的完全被违反民主程序，被政变，就是说，你如果不给我下来，我们就把你推倒，我钱不给你，我想办法要弄你，我让你都选不上，然后这个整个政治压力压在他身上，他其实是被政变被逼下来的，被逼下台了以后，希拉蕊说这个就是民主。我完全不懂希拉蕊对民主的定义，拜登完全没有违反程序他是完全符合民主党的所有的民主的程序，所有的法律程序，他成为一个候选人，结果被活生生的逼下台，他宣布退选，不要选了，这个叫做民主吗？政变不是就是这样子吗？所以我觉得不要2个标准。有的时候我听到美国的政客讲一些2个标准，我听了都很烦，你知道吗？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现在来看看乌克兰战争必须讲，现在乌克兰的军队有一支已经打到俄罗斯去了，那未来会怎么发展呢？还有这么多国家的领导人跑去访问乌克兰，跑去访问莫斯科，对战争会起出什么样的作用呢？请教委员。这乌克兰对俄国发动的这场柯斯克的这个战争坦白讲是非常成功，俄国人完全不晓得。这也可以看出西方科技除了保密以外，西方科技在这个的战场管理方面的这个能耐了是8月6号那天发动了战争，到今天他们2个礼拜了，俄国还是没有办法把这些乌克兰的
军队赶出去。是，那他的军队大概在那里，现在进入参与这场这个行动了，攻击行动了，大概就12000人，最多大概12000人。就守了2个礼拜，而且面积占领的面积是扩大了，不是缩减了，而且把3座对外桥梁都打掉了，炸毁，都炸毁了。所以这个就是现代化的战争啊，跟以前的战争不一样，最主要是科技。是，你看他打得多精准啊！他大概用哈马斯这个海马斯啊，叫海马不是哈马斯，对，海马斯火箭打的，对，哦，打得这样的精准，这个就可以看出这个战争哦，对俄国来讲，大概比他原先发动战争的时候所设想的要困难很多啦。是，但我认为啦，也不是只有我认为，我看有些西方的观察家也在讲，实质上对这个战争最后结果影响不大。这12000人进来的这样一个战役，你看也没有阻止俄国继续轰炸基辅，是继续攻打这个乌东的这个战场，哎，这个目标，而且最近还夺下了一个战略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小城，把它打下来。所以这个就是刚刚岳先讲一件事说，你来我家我去你家，这毛泽东讲的了哈。那这个就是这样子，你打我应付你，但是不会阻止我对你的主要的攻击，继续轰炸基辅，几乎攻打乌东的战略要地。所以这个就是俄国人显然有他的把握，但现在这样讲了，因为毕竟总体的战争资源来说了俄国的人这个士兵的人数、官兵的人数也好，它整个的这个土地的面积也好，是远大过这个乌克兰，所以这个战争持续下去，必然会持续下去。最后会怎么结束？就大家打到都精疲力竭，包括支持乌克兰的一些西方国家出钱出力到已经压力很大了，没有办法承受了，这个战争大概才会结束。至于莫迪为什么会去？因为他印度买了俄国最多的石油、最多的天然气啊，所以西方国家一直在批评他，然后他在国内的选举又没有选得很好啊，所以这次出去提高他在国内的声望，也给西方国家一个交代，所以到乌克兰去。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最后时间交给将军。那我们知道这个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隐而不发。那隐而不发在哪里呢？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是能打，但是他怕不耐拖。你拖久对以色列不利嘛，因为以色列它是工业先进国家嘛，你这样投资大家都不来，经济这个厂商都跑掉了，企业也跑掉了，以色列怎么过？那但是伊朗来看，伊朗呢不能打，但是他耐打。伊朗的耐打，它土地面积大嘛，130万平方公里的地那么大，人口又那么多，耐打。但是不怕拖，所以变成一个对以色列这个心理战施压，我觉得他们隐而不发。那以色列到底要打还是不打，对不对？那大家就看这个伊朗报复不报复啊，变成这个状况啊。所以就按来讲，我认为已经到达心理谋略、心理战的层次去了。那这样的话，我认为伊朗报复时间问题，但是的话，对以色列来看是时间越拖越久，对以色列来看越是不利的。那我们第二看这个俄乌战争。俄乌战争呢，乌克兰既然跨境攻击到科尔斯克